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，这车啊很安静，着火的时候也没有声音。我今天开这还是领克01 EMP， 它动力搭载是 1.5T 混动的3缸发动机，采用的是米勒循环，日效率啊可以达到43.32%，综合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80千瓦，综合最大扭矩高达了545牛米。最关键的是，这车还仅喝92号的生命之水。WLTC 工况下油耗仅要1.54升。还有一点要和大家说一下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3缸机那些事情，但是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这车这套油电混动啊，真的感觉不到它3缸机带来一种抖动或者噪音那些问题的，因为它的发动机在里面真的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存在，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直接用电来驱动的。不过啊，不用我多说，大家对混动的一个原理肯定也比较熟悉的，像 EV 啊、串联啊、并联啊，还有就是发动机为主。我这2天在市区开这个车的时候，真的感觉就像开台电车一样，无论是起步还是低速行驶的时候，都没有出现3缸机那种小毛病。现在市面上啊很多 DHT 2档的变速箱，这个车呢是3档的。然后我开这个车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动力储备啊很充足，加速踏板的调教也是比较灵敏的。你看我现在踩1/3，然后再把加速踏板踩到底，你看这种动力啊，你踩1/3能给你一定的推背感。你后劲在踩完的时候，它动力啊也还是很充足的。而且啊，只要这个车的电量充足，就算时速去到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，它动力依然可以用纯电来进行驱动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激烈一点驾驶，智能驾驶模式也能满足你对动力的需求，完全啊不需要切换到运动模式的。你看我现在是智能驾驶模式，一脚电门到底，是不是？那种动力说来就来。还有啊，就是它方向盘转向的力度很轻盈线性，转向的虚位啊也很小。像我这样子大幅度的转向，它也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顺滑度。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你看，就像我现在这样子打方向变道，车头响应啊也是足够快的，真的跟得上那种转向的节奏。就算是长时间开这个车啊，也不会感觉累的。如果你把它切换到运动模式，你看转向就马上变成了，底盘的厚重感啊一下子就上来了，给人一种高级的主观感觉，确实有点像沃尔沃那个味道了。然后当车速快起来的时候，车内路感也是很清晰的，快速并线的时候啊也不会出现像其他 SUV 那种重心高的情况。是很典型的欧系车底盘那种调教的风格。好了，动态驾驶我已经说完了，我再来说说它内饰。熟悉领克的朋友应该都会发现，这个内饰设计是不是很亲切啊？因为它几乎都是和燃油版保持一致的，没有做太多的调整。然后就它这个屏幕了，它这个 UI 界面是经过重新的设定的，更加简洁直观了一些。还有就是它驾驶辅助上的配置了，像自动变道辅助、车侧盲区影像、透明底盘的540度影像、倒车车侧盲区影像这些啊，它都是有配备。侧面黑色的刺裙，黑色的门把手，黑色的后视镜。这是它尾部采用是贯穿式的尾灯组，尾灯组点亮之后啊，像流水般的顺滑。这是它顶部黑色齿顶，黑色行李架。就我个人感觉来说，我觉得领克01 EMP 啊，整体的表现还挺不错的，不像友商的某一些车型一味的打着省油作为最大的卖点，而失去了操控。至少你花20万选它，它还能给你想要那种快感。
何乐而不为呢？